大家好，今天课堂教学主要来跟大家讲讲关于整个商城系统管理的可视化管理部分。什么叫做可视化管理？其实可视化管理的最主要目的呢，是让不懂的技术的美工人员以及相应的这个操作员，可以在很快速的可视情况下去操作每一个首页的面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 Web3 的首页以及前台部分的展示。那么按正常传统的这种普通网站来讲的话，它可能要去排版的话，可能要动到美工的设计，也需要请技术人员写代码来配合整个页面的展示。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可能要浪费掉非常多的时间，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来快速的使用这种 e-commerce 的最简单的可视化编辑方式。这个我们一般在业内俗称为可视化编辑系统。首先，我们打开后台以后呢，可以到平台的模板设置这个板块来。那大家在这个子目录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个首页可视化。那么首页可视化的部分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机版本的可视化的部分。也就是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有这个预览图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可视化部分是 Web 的部分，也就是网页版本的部分。那么当我们进到这个首页可视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默认的模板那么它下方有一个查看大图有装修、预览模板等等，大家这个其他都不用管它，只要点击一下装修，那么它自动的就会打开关于可视化的这一个编辑窗，大家可以在这个编辑窗里面去进行任意的编辑。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有一个默认的模板在这里了比如说我们在上方这边有一个广告的图片，这边老师有大概做了一个备注，是1200乘以80的这样的一个编辑窗。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广告编辑窗呢，能够快速的来编辑。比如说我们将已经上传好的这个图片，我们把它放进来，点击确认。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开门红的广告图片就会放到这里。那当然，这个图片的大小不是老师刚重新画的。那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个这样的图片，简单一点的是来打开 Photoshop。来教大家来简单做一个图片的大小的处置以及一个模板的应用。好，现在老师先用一下自己的这个 Photoshop 来教大家。那首先我们在打开 Photoshop 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将像素比设置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是1200乘以高度80。那一般正常的分辨率如果是网页版本，建议是采用72啦。这是一个标准的版本。那背景图色可以任意去选择那我们先来选择一个红色，这样的话，我们等一下在编辑过程就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添加颜色。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像素比好像挺宽的好，那我们来简单做一下吧。这个是做一下标注是1200乘以80这样的一个图片这样有点看不清，对吧？那我们把它标成白色的字体，这样可能就会更清爽一点了好，这里是影城的横幅广告。那假设我们就用这张图片吧，好吧，来作为一个演示用的那当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另存为 JPG 的格式，也可以快速导出 PNG 因为一般正常我们在使用这种网站系统的时候，我们都会做相应的格式那我们尽可能去使用 PNG， 因为它是比较通用的这种格式。至于图片格式的解说，老师会在早课堂做详尽说明。老师把它标注为1200的乘以80这样的一个 PNG 的文件名，这样可以让我们快速的找到这张图片，在使用的时候。
它好像不可以有特殊符号。那我们来加个横杠嘛，加个 dash 吧。啊，好了，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图片已经做完了哈。做完以后，我们来修改一下这张图片。那修改图片的方式就是很简单，我们上传这张图片，那它就出现了哈。出现完以后，我们来选择刚刚已经做的图片，好，我们把它放上去，确定。好，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刚刚做的这张图片很快速的吧，它就已经做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有关于 logo 部分，哈 ，logo 是在系统直接上传就可以了。好，你也可以去编辑你的导航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导航栏，这个导航栏我们想用一个系统的分类，比如说我们想把品牌专区放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可以再添加几个哈，删掉一个好，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叫店铺街也放在这里好，然后把这个预售也放在这里。我们假设先随便做几个哈，我们先随便做几个导航，示意一下，让大家能够清爽的知道就好了。好，我们建了几个了哈，那我们点击确定。那么刚才我们所选的导航栏都在这里，看见吗？在这里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大的横幅广告一样，采用这种编辑方式，我们就可以上传一些编辑的图片。假设放几个哈，这种，好啦，随便放了几个图片。好，那等一下我们去前台看看展示。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假设我们要在这边建一个楼层板块，我们先来建一个1层楼吧。那这些就像百货公司一样，你去分层就好了。一般我们到百货公司，你会发现，啊，1楼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卖什么的，比如说美妆，啊，2楼是3C 家电，啊，3楼可能是服装等等，就以这样的方式，你就能够更加的快速理解。一样，当我们拖拉过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编辑这个楼层的一些排版方式。啊，首先我们在这个楼层，假设我们先把它做上一个服装好了。把它做成一个服装板块，那么楼层的显示也是显示成服装。好，楼层分类我们就把这个男装、女装、内衣我们把它选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编辑它的标题，好，标题假设是紫色哈。我们来看一下楼层广告，这个是楼层广告我们预设好，技术人员预设好的几个模板，你可以用来选择哈。假设我们今天选这个广告模板3，好，那大家注意看哦。这个模板里面有分紫色跟浅蓝色，对吧？那么这个浅色的部分就是让你去上广告图的啊。假设老师这边上一个秒杀1张图，再加一个开门红2张图，点击确认。好，那蓝色部分你也可以去上传一些相应的图片啊。那我们来挑几个产品吧，家电类好。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啊，最多它只能加5个。那为什么只能加5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没有？好了，每一张图片的大小尺寸，在模板设置里面都已经标注了。比如说，这个紫色的部分，它已经标注了为474×280这样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像素的图片，你就按照它这个像素去制图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用的 PS 就 Photoshop 的制图方式就可以了。好，然后楼层的品牌有没有？有，那就选择。好啦，那我们设置完毕以后，我们点击确认。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所做的广告都在这里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广告的部分，这是一个服装的楼层。好，那这是广告层面哈。那我们再来加一个，比如说我们要加一个促销活动，或者是加一个活动栏啊。左边这边有看到一个基础板块，那我们也可以推荐店铺。好，推荐店铺，假设我们现在拉过来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个最新店铺，好，我们假设加了一个词，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设置标题，比如说公益公益站点，好了，是，我们可以是麦当劳，假设是肯德基，
再来一个台积电吧，老师这名字都瞎取了。好，那再来就是上传它的一些 logo 哈，那老师也随便上哈，就大家示意一下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个是店铺的主图，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把这几个都选完啊。这个是主图。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下面是不是要写一个链接，对不对？这个链接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店铺的这个，比如说假设吧，假设我们今天要到其中一家店，我们假设为一个商品好了，到这家店里面来，到这个辉影旗舰店好了，就是它的一个地址，对吧？好，那这个地址我们就把它复制过来，放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直接点击确定，它就出现了，发现了吗？它整个就会出现了。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还没逛够，这是一个新的方式哈。还没逛够指的可能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跟会员可以再去看到别的商品，对吧？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商品，我想展示哪些商品，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商品。好了，我们给它放一些商品进去哈，随便放几个。好，点击确定以后，还没写标题，抱歉。是不是显示标题是这里是没逛够？好，它就出现了。那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在中间这个标题上面。好，老师刚才有选了13个产品哈，放上来。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布局啦哈，然后自己去添加一些你想添加的排版方式。好，所以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方便，会觉得它非常的方便。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做活动哈，要快速做一些促销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快速的编辑，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现在还没有活动我们就没有必要快速的再去请这个开发人员跟美工，然后又要做网页，又要写代码，感觉好像非常忙碌一样哈。这样的话，可能当你规划好、设计好以后，这个活动或者这个周记它就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型的商城系统里面，基本上都是讲求这个快速。比如说今天可能，明天要中秋节了，那今天可能我们大家开会决定，明天中秋节是不是来一个活动啊？好，那按照传统方式，可能开发啦各方面人员又多，然后工时量又大，那可能就会耽误了明天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活动的决定。那如果采用这种可视化编辑系统，就会很快速。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个活动出来，这个目前还没有活动，我来找一个有活动的方式来做哈，来做一个品牌吧。假设我们来做一个品牌吧，那品牌这个地方我们一样也可以做哈，这个是最优品牌，最优的品牌是图片我们就不上传了吧，我们就直接用选的吧。好，假设我们选了17个了，再来加一个广告图，好，点击确认。左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广告图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点击选择的那个17个品牌中的一个。好，那当我们编辑完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说我们编辑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这个预览有没有？第一，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影城横幅广告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刚才也编辑过了这个导航栏，然后我们刚才也编辑过这一个广告，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它全部都上来了。还有刚才我们也做了品牌，我们也做了一个还没有逛够，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最新店铺，也做了一个服装，那是不是很快速可能前后10分钟，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非常多的工作。这就是可视化模板的一个最大的优势那我们先把它不需要还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认发布。
OK，那我们就把它关闭吧。我们来讲一讲下个环节。下个环节的部分讲的是库项目管理。库项目管理指的是由技术人员来更改一些页面设置或者更改一些模板设置的时候需要写的代码。在这个部分呢，老师会建议，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的话，千千万万不要去修改哈，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模板的一些关键的设置。好，那老师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吧。比如说我们要修改这个代码，就是下面的这个二维码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是属于页脚部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页脚部分。我们来找到这个库啊，就是关于页脚的这个脚本这个库啊。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叫脚本，对吧？页脚，我们来找到这个页脚的这个库的部分。你要特别仔细哦，因为可能有一些标注哈，它会比较 low 哈。那当然，这个根据每一个技术人员不同的时候来做。好，我们现在找到页脚了。好，找到页脚以后呢，我们来看刚才的那一串代码。可是我们想把它改掉，这边有一个付费公寓，对吧？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下载 APP， 对吧？假设哈，先简单先修改一下。好，那么库内容的项目已经被我们修改完成了。我们做 F5来强制刷新一下，各位发现它已经变成了，把它放大哈，把它放大。我看到这个下载 APP 这个字就改掉了，就老师拿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做阐述哈。好，那这个就是关于整个库代码的管理部分。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语言库的这个编辑。目前的所有的字段都是采用语言库的方式进行，那大家也可以去进行这个相关的语言编辑或者语言的改变。那么语言项的这种是采用函数方式进行填写，然后再匹配一个原项值。那当然你要做多语言的时候的编辑，我们还是建议让技术人员在库文件代码里面去进行修改。具体的技术部分，老师就不录制视频。但是呢，如果你有需要动到的或需要用到的，你可以给老师写邮件或者在这个评论区留言都可以，老师会把技术文件发给你。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备份的部分呢。我们每做过的任何一项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保存。进行保存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未来我们的模板如果导致了大量的破坏或者大量的这个操作不当的时候，我们需要恢复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通过我们已经备份过的这一种模板进行还原，就可以还原到你原来的这个模板设置的状态。好，今天的商城管理系统的教学，关于这个模板部分就讲到这里。那么我们欢迎下堂课再见，再讲一些其他的。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一样，给老师写邮件，或者在下方的评论区给老师留言，老师看见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拜拜。